我上个月烤鸭烤的不是挺成功的吗？于是这个月我飘了，我又花重金买了个烤乳猪的配方，寻思试试这玩意儿在家能不能烤明白。这配方第一页赫然写了4个大字，叫皮不能破，但我选择了选择性实名，因为剔骨实在是太难了。后来我干脆自己制定了一条标准，就是所有在我手里处理过的猪，只要它身上的口子少于我手上的口子，那烤完之后我认定它就是一只好猪。然后我们还改造了一下狗聚德的烤炉，想取一些整砖，但光靠锤子效率非常低，就只能找一些有棱角的地方磕水泥。我是万万没想到啊，生活不光磨平了我的棱角，这回他还偷摸带走了房东的墙角。完这猪烟差不多了，就可以穿串了。但是呢，现在是这样的，我们希望给它烤成这样，找了一圈，发现最适合这个尺寸呢是胖的胳膊，但是着急用也来不及给它卸了，就买了一卷石膏绷带，只能拿它套个拱形模具出来。但是第一次也没什么经验，一不小心给石膏缠死了，索性就直接把脖子也给它缠上了。那天直播好多人都问说小胖到底咋了，其实咋也没咋地，就是气氛到了，不缠上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这猪还需要再风干几个小时，这回正好没啥事儿，可以发福利，我还做2盒烤榴莲，等会儿夹着烤乳猪一起吃。然后这猪风干的差不多了，就可以开始烤了。我看好多视频都是让一直这么举着烤，问题这猪10来斤呢也举不动啊。主要前2天做猪生面刚交代了下半身，今天眼瞅俩胳膊也得扔着，好家伙，这现在吃个饭怎么这么难呀？我们一共准备了2只猪，原本是打算一只烤光皮儿，一只烤麻皮儿，结果最后2只都烤成了糊皮儿，但这一点都不耽误它好吃。来个小猪腿再蘸上酸辣酱，我天哪，给我香的一愣一愣的呀！然后我看人吃烤乳猪，最后都得摔个盘子，但我也没舍得。不过该有的仪式感还是得有的。我散布了一圈之后，决定把小胖的石膏锤了。敲完这一锤，我们的夏天就结束了，因为现在哈尔滨晚上已经不到10度了，这才8月份呢，太他妈不尊重夏天了。我最近特别想吃猪肉脯，但是我看外卖的好多配料表上都有鸡肉，而且含量是未知的。再一个，肉脯都是肉泥做的嘛，我还怕他们用的都是边角料，所以我跟人拼了1头半的猪回来。我想看看这100%猪肉含量的猪肉脯在家做成本是多少钱一斤。然后我研究了一下市面这些产品，我发现最优质的猪肉脯应该都是用肉片做的，而且工序非常复杂。我们研究了2天才整明白怎么在不加淀粉和食用胶的情况下，把这些小肉片最后能烤成一整大肉片。这中间试错了无数回呀，有一单因为风干时间太长了，烤完吃一口差点没给牙崩掉了。但这肉光切片也不行，因为猪长得并不随人愿，一条猪腿上适合切片的肉其实就那么几块，所以我又研究了一下碎肉是怎么做肉脯的。我发现好吃的关键是肉馅得剁，不能绞，这样才能保留更多的颗粒感，并且在捶打过程中让肉自然的产生一些胶质。这70多斤肉我们整整剁了1天，给耳朵都震聋了，然后还得再调味绞劲儿，几天都没咋睡呀，那只能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。终于在第3天的夜里，我们成功给我弟干出高血压来了。这样需要给它擀成整张的形状再烤，但是最经典的金钱币形状我们没买到模具，就又嘎了一根家里的水管。不过这纯手工的金钱币效率实在是太慢了，我们拍了1宿才拍了300多个，给我拍的直恍惚。我寻思这不经典款吗？怎么干出一种限量款的感觉呢？这肉脯据说最正宗的做法要低温慢烤10小时，我粗略估算了一下，这么烤正月能吃上就算烧高香了。所以我买了个烤烧饼的大烤箱，我打算先用烤箱给它烤到8分熟，然后再上炭火。这大家伙一来，那效率一下就上来了。而且我试了一下，这么烤和纯炭烤的在味道上也没什么差别。后来炭烤的时候我还加了点果木，这肉本来就是咸甜口的，现在又裹了一层果木烟熏的香气，这吃一口口感可太丰富了，感觉满嘴都是香味。然后我算了一下，因为在家做不用考虑边角料的损耗，最后它的成本合到42块钱1斤。这肉脯我们后来又晾干了1天，现在它油汪汪的又特别有嚼劲，吃这个太爽。特别是最后把肉脯嚼成肉渣之后，在嘴里嘬吧点油和味儿，这时候再抿上一小口热水，我天，绝了朋友。我最近特别馋这种纯肉的大火腿，但是现在快递已经停的差不多了，然后我研究一下，这玩意应该也不难做，所以我买了9条猪后腿，我想试试在家能不能做，要是行的话就当囤年货了。这玩意要是想做出一种拉丝的状态，首先得把猪腿上的瘦肉挑出来切块，完了还得手动剔筋膜。这200多斤猪肉切得昏天暗地的，给我哥和我外甥干都双目失神了。不过给这些肉抓上劲儿才是最变态的，因为这肉它越抓越黏，就越得越吃劲儿。那抓肉时候给我心率都干到140了，我手环都开始提示我了。他说生命很可贵，健身也要注意安全哦。后来灌肠的时候算彻底把我最后一口气耗尽了，因为切的时候为了吃的爽，那肉块切的都大，
完了还没舍得买工厂用那种灌肠器。这些火腿都是我一个一个拿肚子给怼出来的，那给那灌肠器都干爆了。关键我们几个跟小可爱似的，刚开始不知道这个玻璃纸肠衣得用水泡，后来还因为漏气返工了100多根。那怼完之后都快给我练成铁肚子了，我甚至一度产生过一丝担心，我说会不会干完这些活之后，我这整个肚子将变成一个巨大的肚脐眼。火腿煮完之后就已经非常香了，但是后来熏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烤鸭炉熏呢，它不太好控温，熏完之后要不是火轻了没熟，要不就直接给烤成黑猪火腿了。关键反复试了几炉之后也没什么起色，后来我实在是没招了，我去找了个红场厂上班去了。我跟那老板商量的是，我们免费给他干3天活，然后下班之后他那个熏炉借我们熏火腿用，这一炉最少得熏5个小时，完了还得看着温度填果木。我那几天甚至找着一点大厂996的感觉。不过这玩意儿折腾是折腾，但做出来是真好吃。它是纯肉的咸香里边夹杂着一些烟熏的果木香，尤其是刚熏完掰开的这一下子，我感觉把我命搭理都值了。现在这一根火腿正好1斤重，就这么拿着啃着吃，实在太爽。然后要是不想吃的这么糙的话，还可以切片做成那种零食装。这半夜饿了来2片火腿，再开一罐冰镇饮料，我的天！我心说这做的哪还是火腿呀？这不是我过年熬夜的底气吗？我最近总是特别想吃夜市卖的烤猪蹄儿，但是这玩意儿订外卖到家就不好吃了，出门还懒得出去，所以我买了400斤鲜猪蹄儿，我打算在家研究这个烤猪蹄的半成品，这样以后在家随时都能吃到刚出锅的了。不过这一次好像有点冒进了，这猪蹄采购量有点大，平时收拾几个没觉得咋地，这一下干400来个人有点麻了。我们从燎猪蹄开始就火力全开了，给手套都燎着了，但是没想到后来洗猪蹄才是最崩溃的，这每一个猪蹄的脚趾缝里都有猪毛和死皮。不过脱毛这个活吧，干着特别爽，就越干越上头。我后来一度有点分不清，我们到底要做的是一个烤猪蹄的半成品，还是尝试掌握一门修脚的副业。这烤猪蹄我最近试了很多做法，发现好吃的关键是卤汤和烧烤料，但市场上卖的干料都比较压班，所以我们就按照齐齐哈尔烤肉蘸料的配方自己磨了15斤。这玩意儿磨完了，给我弟也差点磨没了。然后卤汤我提前3天就熬上了，这样才能让香料充分释放香味儿。但是这么大一锅汤烧上之后，屋里就没地方了，那焯好水的猪蹄只能找别的水源去洗。我是万万没想到，我这一代先是在浴缸里去毛，然后去厕所里洗肉，后来那卤汤甚至还是虹吸的。就现在这活干的真是越来越有那黑作坊的样了。然后猪蹄洗到过了自己那一关之后，就可以去卤泡了。这个卤好的猪蹄经过果木的熏烤，再撒上一层干料，尤其是这烟飘起来的时候，那香味可太绝了。而且这猪蹄烤的特别糯，完了一点都不腻，皮真的是一抿就化，这肉和筋也特别有滋味。然后把它们都塑封冷藏了，现在家里只需要有一台空气炸锅，3分钟就能吃上夜市同款烤猪蹄。但是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干料经过2次加热之后就没那么香了，所以我们给每一份猪蹄又装订了一份干料。这回这半成品基本就没什么纰漏了，我认为甚至可以达到95%的夜市还原度。而且这猪蹄不光能烤着吃，还可以做成一份强哥同款的猪脚面，这再配上2罐肉肉强爽，这个餐标我认为哪怕放眼整个旧厂街也可以说是相当炸裂。